想尿尿的时候该怎么办？正常我们都只是在海上尿，所以可以直接去旁边尿尿吗？对。好，那我先去尿尿喽。我也很想尿尿。风太来吼，又别去啊，讲跳舞嘛有啊。所以听起来不注意哦。对，很明显的。而且蛮快的。我跟观众讲一下，我们现在不是那个不是在偷懒，因为我们如果随便乱动的话呢，就船会失去平衡。对，我们是不是迷失在这片？我们今天在这个澎湖机场前面，非常热闹啊！对啊今天广播非常大声。感觉今天班机非常多。既然来到澎湖，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深度体验吧？想必我们这次体验应该也是找了一些澎湖的名人吧不？知道澎湖的名人到底有谁？我们欢迎李浩伟。哇，多久没回来澎湖了？我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是那个追风音乐季。本次澎湖深度体验就由新生代创作才子李浩伟与我们一同参与。2020年，李浩伟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便入围了金曲最佳新人奖。身世水涨船高的慢熟金曲才子与2位主持人在澎湖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至于为什么是他，很久没回老家是不是？没有，我没有住澎湖。对啊，所以你不是澎湖人吗？澎湖人，我是南非人。你要把没有，等一下，我们今天的概念就是，既然南非也是海外，澎湖也是台湾的外海，我们请一个就是外海的朋友一起来看台湾的外海。以你的理解，这样是过的吗？这样 OK 啊 ，OK 勉强。才刚来 B 频道就同流合污了。所以你这是第几次来澎湖？第三次。第三次。你那时候是来玩还是来表演？我是来表演，这次是来玩。哦，这次来玩。等一下就知道了。好啦，那反正我们今天就会带你一起来游澎湖，然后一起体验一些澎湖的。对，毕竟你前2次都只是来音乐表演嘛。对啊，这次来深入他们的生活。没有，怎么样？好什么东西？我就想讲没有问题，然后就我讲到一半忘记怎么讲。他还在调时差，他又不是从南非飞过来的。好，那我们就准备出发第一站 ，Let's go。于是3人驾车前往陈前渔港。陈前村位于澎湖白沙岛的最南端，牡蛎是许多本地居民赖以为生的特产。近期爆红的澎湖牡蛎宝宝也在这里哦。很突然的，3人便出现在海上了。我们刚下飞机，然后呢来搭船，以为是偷渡行程，把你送到东海去这样。我在哪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请我们的婉君进来帮我们讲解一下。我们现在在城前的内海，然后我们在内海。这里是城前。那我们大概要去到哪里？对啊。现在是要把我们卖掉吗？你想看可以卖多少钱？对，我们要去就是我们的科棚，我们是用浮筒，我们澎湖这边是垂钓式的，就是不是像人家台湾那边用竹架打的。我老家那边就是那种平挂式的，因为我老家那边有养很多科。我今天就来看一下澎湖的科怎么养的，所以就是探看敌情。小心。你知道台湾牡蛎跟澎湖牡蛎吃起来就有差了吗？真的吗？有什么差？盐分的差，澎湖比较咸啊，因为澎湖没有河没有入海，所以我们的海水盐分比较高。苏呢？牡蛎又称蚝、鹅啊，因为其富含蛋白质、钙、铁以及多种维生素等等，所以又被称为海牛奶。难得来到澎湖，肯定是要来练习收成牡蛎的。收成前，婉君要先来告诉我们牡蛎的特性。所以牡蛎的盛产季节是几月到几月啊？我们这边是4月到大概中秋过后，我们就不收成，因为起风了。像我们起风之后，它就会排卵。对，排卵它就变瘦。对，像这几天如果天气比较好，风比较小，就会比较肥一点。所以基本上你们冬天是不工作的？不，怎么可能？整年工作。可是冬天不是没得采牡蛎吗？没收成，但是要放科苗啊，绑新的下去。还有很多整理科棚。我想说你们是海洋界的姜母鸭，只做1季的。我们整年都要工作，我整年都看不到我先生。那个鹅啊养多久啊？我们有分2年科跟1年科。2年科就是先到我们刚停船那边附近潮间带那边先绑，然后冬天的时候移出来绑在这个科棚上，然后1年科就是直接绑在科棚上，然后等夏天收成这样。这2种差别是什么？有人比较喜欢2年科，我们讲中鹅，中鹅就是中科，对。中科大。为什么？很快的，我们抵达了牡蛎田。由于采牡蛎为了避免受伤，需要衣着长袖，所以先由船长把牡蛎拉上岸，然后现在要吊起来，对了。哎呦，好尖锐啊！
感觉很像蚵在大叫。哇，好长一条好长，真的蛮长，是要帮忙拉吗？把它拉起来，而且会有一些小螃蟹，而且蛮重的呢，真的蛮重的耶，很然后你重，拉看，其实很重，很重哎。哦，其实真的很重，对啊，很像那个健身你们拉的那个，真的很像战神。将战神，将牡蛎拉起后的下一步就是开科了。开牡蛎有什么技巧？技巧也还好，哎呀，里面它会有一块干贝，嘿，干贝正常它都在左边，然后你进去，你刀子就往上敲朝上，你要先把它切开，像这样，哇，哎，打开，然后它下面再把它把那个干贝的东西弄掉，哇哦，很大哎，很大一颗哎。很突然的，几位主持人食指大动。船长，请问一下，这是可以直接吃的吗？不建议吃太多不建议，因为为什么每个人的肠胃适应程度不一样。盖瑞以这个柯南著称啊，他非常喜欢吃生猛的这个。我是柯南，盖瑞要不要来吃一下看看？哎，我第一次这样从海里然后拿起来，好大颗哎！怎么样？很好吃哎，真的假的？它有海味的海的鲜味，然后就是甜甜的。我以为生吃的会有点腥，但是没想到它那个爆开来是咸甜的感觉。浩伟搭了飞机又搭了船，给你补一下。好吃哦，请吃。哦，怎么样？我也很好吃哦。我已经很久没有吃生的牡蛎了。好吃哈。哎，真的有尾韵，有那个甜味。对，好啦，那这一串我们就带走喽。前科饭，大家都说牡蛎吃了后会很补，很冰冰给，对，这是真的吗？对啊，是为什么？还是辟谣？因为它本身牡蛎里面含锌，所以大家都说补锌比。那你自己怎么样？哦，那你自己身为养牡蛎的这个男生，你自己觉得呢？你真的有吃了之后病给我吗？不知道呢。哎，这个要问我们请婉君进来。你有觉得就是老公是养鹅啊的，然后就有办法？对，哦，好，科不要逼我。既然都有这个开牡蛎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势必？我蛮想开看，对啊，势必要来比赛一下，是不是要来办一下我们的第一届哈台开牡蛎大赛？我们这默契好差。然后我们打开以后呢，我们称重，看一下我们那个牡蛎的本身的重量。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凭它的重量来判断这颗的大小，因为有时候是壳比较厚，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比这个比赛，就是比幸运值就对了。对。有过格王大赛，当然也不能错过科王大赛。科台第一届开科大赛 start。我看一下，我不能输呢，我这个你是采集天后，对啊，而且我住海边的呢。我发现是不是那个身体厚一点的会比较有可能比较大？所以看那个身体厚度。对。哦。喂，看刚的那个大哥还跟我们在那边留一手，不跟我们讲哎，他留一手，我问的才跟我说哎，真的哎，哇，怎么办？好难哦，我挑不到满意的呢。姐，你好了啦，你有时候就是这种东西要让一下。大哥帮我挑一颗。哎，你不能找救兵哦。三人挑好牡蛎后，准备开始开科。来哦，就是开好以后啊，把水倒掉。哇，我打开了。这只很多水。我的水也好多哦。因为你把它那个弄破了。哇，它还变瘦。哇！你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变3颗啊？哎，你看李浩伟的牡蛎被他切成3块。等下我怎么还找不到洞啊？为了加速流程，我们直接来看看结果，究竟会是海鲜一姐，还是创作小生，亦或是温室花朵能拔得头筹呢？首先是海鲜一姐杰尼的，它的重量是9克，90、11克左右这样。好 ，OK。接着是创作小生浩伟的。这是我的牡蛎，这是我的第一颗，是多少？5克，5、6克。最后是台北温室花朵盖瑞的。哎呦，最完整。哇，哎，而且它的很饱满呢。哦，我怎么有这个声音啊？15、13、14、15，哇！好啦，恭喜啦，你最大颗啊，拔得头筹，终于，不愧是柯南，耶！我第一颗啊，第2颗，很好吃。最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哥，
想尿尿的时候该怎么办？正常我们都只是在海上尿。所以可以直接去旁边尿尿吗？对。好，那我先去尿尿喽。我也很想尿尿。其实许多年轻人对于返乡工作的收入存有疑虑，至于养殖牡蛎的收入又是如何呢？如果像你们这样认真做的话，其实收入是可以不错的吗？收入不错啊，都比一般公务人员还多。哦。可是冬天怎么办？你们是要用夏天的收入半年就赚起来了，先赚起来。看来是真的你还是要像这种梧桐这种，还是你都要整理啊。而且它是6日都没有休息哦，它是一整年没有6日的那种，也没有假日，只有老天爷说放假。今天天气很差，台风天放假。可是台风天不是放假，是要去把船绑好，半夜都还要出去巡船。被吹掉，对。那这样你们有多久没有好好放假了？其实还好呢，正常晚上都会回家。不愧是养科的男人，不用休息，吃了就上，吃了就上，跟永动机一样。两位是怎么认识的？感觉船长应该一直在澎湖吧？很忙吧？你应该都在澎湖吧？他也是来澎湖工作啊。哦，你从嘉义来澎湖工作？对啊，然后在工作场合认识他表弟，是我同事这样。一开始就哇，这个船长很帅，没有就看到就觉得怎么那么黑。那他是怎么吸引你的？我好吃。我是真的很会吃哦，我都会自己吃个3斤，就30-40克这样，一餐就。哦，所以你吃的比船长吃的还多。他说我这辈子是没有吃的他多啊，但是我平常吃的量会比他多。真的哦。所以假如今天船长今天养的是鱼好了，你就可能就没人爱了。对。所以幸好你养对东西。养对了。还在烦恼单身的朋友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道别了科农夫妇后，让我们先投向糖果爸爸的怀抱。想不到离岛也可以开充电车吧？本次澎湖深度之旅就靠这台 MG HS PHEV， 还好我们不用走路，对啊，可以靠这台 MG 台湾 HS PHEV。呀，我们出发前往下一站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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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打起精神 ，Go Go！ 内装就是真的不得不说，我坐进来的时候，那时候有觉得蛮赞的，就是它是那个白色的，重点是它是白色加深蓝色，因为如果你整个白色，我就觉得会不会很容易弄脏？很容易脏。对，尤其是这坐地方，它这样坐地方主要变深蓝色以后，其实以前我们坐到的地方又不太会脏，所以它有用这个一个小魔法、小设计、小魔法、小设计啦、小巧思。然后仪表板它其实显示蛮清楚，右下角是电量，左下角是油量。它其实油量这边慢的，油亮的，很明显的。所以右边这个跑完以后才会烧油。对。像今天在澎湖这边啊，整趟都只需要用电就可以了。因为它充电也很方便，它有附水充，对，只要有220伏特的插座就可以直接充电。它真的是很方便。而且我这2天有一个发现，重大发现，什么重大发现？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功能很无聊，可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可以拿来冰东西的地方。它是一个冷气孔对，它是一个冷气孔，所以如果你买饮料，你想要保冰什么的，可以放进来，然后就可以很冰。哦，好酷哦！当当。不行，太亮了。忘记了，拍节目不可以开天窗，不行，不要。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天窗是可以弄起来的，厉害。而且它有2层，哇，这个天窗现在很大很大一片哇，它是可以躺得非常平的那种那我们就先睡下，就先睡觉好了。我们下一站晚一点再说。这年头节目真好做呢。就这样，我们一行人来到了第2站林头沙滩，寻找奶茶哥，准备迎来第2项考验——摇橹。奶茶哥，我们今天这边要做什么？来，你们体验传统的一个摇船的技术。摇船叫做摇橹。摇橹。那它这个船是什么船？这个叫做大木3板船。为什么叫大木3板？主要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大的眼睛。船主如果照这艘是渔船，当然要捕鱼，对不对？对。在海里面呢，鱼啊，于是这艘船的眼睛，眼睛就会带它去捕鱼，捕到最多的渔获，所以眼睛会往海里面看。如果这艘船是载客人，跟我们原地就好。大哥忍不住，兴奋是。人家第一次上节目会紧张啊。大木3板船是早期澎湖人的共同回忆，无论是交通运输、打鱼都不可或缺，完全仰赖人力的摇橹方式前进，成为了一种特色，甚至发展成了端午节使用的龙舟。在一旁的北北陈哥要补充分享早期摇橹的经验。阮家春节安尼去钓鱼，迄阵无咧上风台来又袂起啊。看来是有点危险，有点风险哦。你有朋友是安尼走的吗？有啊，有，我知的所在有啦。对，一定要摇回来，就是出专。所以你卡在是不？刚有拄过啥物
处理代志？有啊，迄用大嘛是有的，讲效果嘛有啊。天改不处理哦。看来这窑炉也是会摇过奈何桥的呢。窑卤的部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它的技巧性而已。哦，基本上我们就是会有一块弓箭步，而且呢，我们这个因为它比较长，所以叫做炉，短一点的叫桨。我们划龙舟都知道会出水，对不对？对。但是这个桨在水里面是呈现一个8字形这样子。对对对，利用这作用力跟反作用力这样，让船来前进。我们最喜欢做这种挑战的事情了。是的，3人准备上船练习，迎来窑炉挑战。我们又要出海了。没错。第2次出海，要出海啊，要出海捕鱼啦，首先平均一点，平均一点，好。哦，有哎，出去了哎。它这有这个支点哈，然后如果要快速的话哈，幅度会大一点，因为我们刚起航，所以要把这个动力先搭起来，有没有？幅度大一点，它就开始有动力了。有，很明显哎，而且蛮快的，比想中还要快一点。我们跟他们打个招呼。不过此时此刻，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要面临的是多么严峻的自然力量。大哥，我们现在也在气矿买不？嘿，我们也在气矿买。要不要？盖瑞你先，安内哦，好，摇，推出去，推，什么意思？不要太远啦。哦，好，修正一下。好，后尾，换你试看看，换你试看看。不，危险。要记得在下面要。没有帮我。哎，其实这个水蛮清的。对，你看下面看到底的。对，清澈见底。哦，你们这个海滩很漂亮。我可以气矿吗？你试试看。哎，我觉得我们大家在同条船上，真的会要互相的平衡那个。对，要随时知道那个支点在哪里。喂，我们有在前进吗？都流出来看看，都没准都。你手没有外面流了，手没有死地。因为东北季风的吹拂，这时3人才发现船已经越飘越远啦，赶紧将炉交还给大哥。那我们先回到岸上好了。好，出发。因为不是我们在用力，所以就觉得哦，这个长浪，还有一个长浪起来，小心哦。我跟观众讲一下，我们现在不是那个不是在偷懒，因为我们如果随便乱动的话呢，这船会失去平衡。对，在摇的时候没有注意的话，我们就会被浪带走。对，真的。然后带到外海就有点危险。哇，用这艘小船去横跨澎湖的小外岛，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事情。对。我们是不是迷失在这片？迄用大嘛是有的，讲巧骨啊。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3个人决定尽当下最大的心力协助划水，最后终于离岸边越来越近了。要靠岸喽！我们要靠岸喽！我们不当晕船仔了，我们要上岸了。原本预计练习的10分钟，变成了40分钟的海洋漂流记，在大哥的带领下，成功着陆。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原本其实办了一个比赛，摇橹大赛，但是呢，没有想到摇橹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我们3个人在船上发呆，一个人都掌握不了技巧。除了你要会掌握那个技巧之外，你还要对抗那个海流，然后那海流每一次来的时候都不太一样。然后盖瑞才上去划大概10秒钟吧，我马上被带外面的，然后又要花很久的时间才能回来。后来我们想说，哦，我觉得这个可能兼顾危险性，还有大哥他们体力，因为我们这样越滑，只会越造成他们困扰。我们只要一接手，就不要走。大哥，我们感谢一下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刚下力，辛苦啊，一里游，大哥，我留着你手。我们手臂还是非常的出众。大哥好用力，他有在不爽哦。我们去下一个体验好不好？下一个行程。为了让大家看到未来节目上的我们就不在这边先摇橹了，因为可能一摇。我们就换主持人，最后一集了。对，这是最后一集。对，告别黑水沟的巨口，我们又要前往下一站啦。鱼竿是澎湖的传统食物保存技术，也是澎湖的古早味美食。一行人来到马公，由年年有春的渔政来教我们如何敲鱼竿。鱼竿呐，算是我们澎湖蛮传统的一个产业。是这种鱼竿，通常我们这边叫篦，或是叫温呢。所以为什么要把鱼竿敲碎？平常然后比较不会整只直接这样吃。那我们不吃鱼的地方就是
鱼头，然后骨头内脏，那我们就要把鱼肉跟骨头分开。那其实他会把它拿来敲，是因为除了说它的我们不吃这些地方，它其实有时候外面比较不好看，整只卖比较没有卖相，那它就是直接敲成鱼肉，分开拆价，这样会比较好看，价格很好。跟某些盘餐一样，拆开来卖就可以卖比较贵。话锋一转，你是什么身份？你做。我主要的话是我们年有村啊，其实在做这个澎湖的食育教育，我主要是负责这个一整个流程的部分。对，因为我觉得你很面熟啊，因为我很喜欢看电视，好像在一些节目看到你，所以想说你是不准让其他人入境吗？还是可以啊，入境可以，因为平常我比较注重在这个流程讲解的部分，所以讲解比较会由我来做。你最了解就对了，也没有我同事都在混，同事都很棒。敲鱼干的目的主要是让鱼干敲软，以便让骨肉与内脏分离，再取其肉质食用料理。哈哈台第1届敲鱼干大赛 ，start！ 那我们现在就限时2分钟。然后每个人来敲鱼干，然后看2分钟谁敲的重量最重。他其实蛮有竞争心的，真的。开始。这个，我们还是要讲话哦，还是进入一下这个主持的部分。讲一下啊。浩伟要不要唱一个歌？来，对啊，宣传一下。你已经第2次哦。浩伟，你回去会不会写这首就是敲鱼干的歌？小鱼干啊，小鱼干。你不要逼创作歌手。好，为了替李浩伟解围，我们先跳过这个部分。我就这样啦。我让你们。好。怎么盖瑞蛮多的啊？其实好像都还蛮多的，就是你明显的比较少。对啊，这太大的落差了吧？我在唱歌。小鱼干啊，小鱼干。这是杰尼的课，11课。好。浩伟换浩伟。9课。太可怕了，好紧张啊！29课。老师，我要吹毛求疵一下，这个不是吧？老师，你怎么把这个算进来的？然后这个是骨头为什么里面有骨头啊？老师，好，我们再上色一次。我确定都 OK 了吗？你也很严格。没有，我想说他那个不能给过那个。经过筛选后的盖瑞鱼干会是几克呢？26克。26克。啊，你还是小剩一些啦。早上那个鲜科不是我的主场，鱼干才是我的主场。那你的奖品就是把这边都直接吃掉。我们恭喜不能吃熟鱼的盖瑞获得1年份的鱼干。闻看到，其实没什么味道，因为很小只。有很苦吧？你很苦吗？我觉得蛮苦的。有了，我咬到了。尾韵，然后会回甘。有。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我现在开始越来越苦了。你说人生？体验过程中，我们发现年年有春的各个角落充满了标本。为什么你们这边那么多鱼的标本？是谁做的？我们渔业，我觉得有一块是大部分比较难去发现。比方说，我今天想抓土托，一个网子下去，不可能全部都是土托。对。然后有一些便宜的鱼就随便买，但有更多是直接丢掉的。现在那个角落还蛮惊人的，就觉得他们也是生命，然后他们牺牲了，那我们有没有要吃它？所以起心动念有点像是这样。然后我们后来就开始默默的捡回来做标本，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具。另外，他也提到了澎湖人冬天的白金土托。澎湖的土托很贵，我不知道你们刚刚看到那个我后面那个大的那幅画，那是1:1的土托。你知道那只多少钱吗？就那个大小1:1的。啊，我猜一下价钱。好，12000。去年买的时候是18000，但今年的话那一只要23000到25000。哇，贵！那只贵哦。然后那只是我们的尾牙兼年终奖金，就是1人1片，那一片就是切片的一片，就是像那个鲑鱼这样一片，大概要1-2000。2位员工收到这个员工奖金有开心吗？开心啊！这是澎湖人很爱的。他们在老板面前能讲不开心吗？给你一片土托鱼的那个轮切，跟给你2000块，你会选哪个？我会选土托。土托鱼。真的假的？我觉得台湾人吃不懂因为因为在台湾你很常看到什么土托鱼羹，所以你不会觉得它多特别。台湾土托鱼羹就是你如果那一片1-2000。我们绝对不会裹粉拿去炸。台湾本岛的各位都在暴殄天物呢。告别了年年有春，我们出发前往下一站。我蛮喜欢它踩的那种感觉，因为它踩下去蛮扎实的，不会有一种空虚感来。很多油电车
我一开始踩下去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种空虚感。所以你喜欢那种踩下去有扎实的感觉？对，蛮类似的哦。我们现在因为在跨海大桥上，其实它是可以用智慧驾驶辅助了。智慧驾驶辅助是什么？对，它就是会测量两边的那个线，所以让你不会去压到旁边的线。因为有时候开车，你开一直很直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慌。对，慌神。我觉得开长途跟开高速非常需要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它是 BOSS 的音响。对啊，它后座也有哎。你知道听音乐的时候最恨的就是那个，就前面在听音乐很嗨，然后后面就是听不清楚，然后前面按很大声，后面会觉得很小声，可是前面会觉得很吵。对，它音乐是很平衡的那种。我刚才看到这边有一个 Healthy Air， 该不会是空气清净功能？好像是。我给按下去，按下去会怎么样呢？清净，就是空气清净了起来。话说 Trophy 帅气的外观套件不用选购 ，MGHS PHEV 直接标配，就是很煞气凛然，然后很有运动感。格。那个驾驶在开车的时候呢，看一下啊，副驾要玩一下。对，哦，这有气氛灯哎，还可以变超多颜色哦。我很喜欢车子里面有气氛灯。为什么？你很喜欢搞这个气氛？对。通常都跟谁搞气氛？自己，好可怜。你们要不要感受一下它那个贴背的？好，就我感受一下哈。我因为现在跟前车也有一点距离。好，有，很有感，对不对？它现在有智慧驾驶辅助。你看哦，我有点靠旁边的线的时候，方向盘会它给你导正回来，你看它会自动导正，它让你走上正途。一开始听到在就是澎湖要开油电车，其实会让人有点蛮担心的，就是它有充电桩吗？对，怕它没办法充电，对不对？因为感觉现在如果是那种电的车的话，就是都要去充电，干嘛，还说什么充电桩才会被人家拿去用什么之类的。这台车太方便了，它有附那个水充行动电源，是不是？没有啦，它是像是可以直接插头的那种电哦，所以我只要带那个头，我就可以去插。但是前提是220伏特的充电线这样的插座。这趟在澎湖几乎都是靠着纯电行驶，真的没电也能够靠油回充，要体验的多深入都逮就补，可油可电，里程不受限。MGHS PHEV。原贝岛是澎湖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全岛面积约0.27平方公里，徒步环岛仅需要花费大概40分钟。我们一行人从旗头码头搭船前往原贝岛，由当地的居民冠城与金伯带领我们制作当地特有的炸枣。你们这整个吉贝岛都是亲家就对了。我们是原贝岛，原贝岛。我会讲吉贝岛。太棒了，主持黑历史再加1。这金伯今日要教阮什么物件？都做祭咒啊。祭咒是啥？祭咒以前在我们这边其实它就是一个吉利的象征，它在过年过节一些节气冬至，我们的居民会来做这个东西，因为它做出来之后，它的成品是一个圆圆的，那它就是象征团团圆圆。我现在问有啥物叫祭咒哦？伊个无咒。它就是因为它做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圆圆的，像一个枣。那它会叫炸枣，是因为它真的要去炸。慢慢的，因为提亲这个婚事，它也是一种喜宴，那它也是想要跟你的亲友，想要跟你的朋友分享你的喜悦，那它就也是会送出这个炸枣。对，因为最早其实炸枣是来自于泉州人，闽南泉州人带过来，所以从这边也会知道说，我们岛上的人有一半是泉州人，那另外一半就是漳州，刚好就是陈王两姓。对，不会都会联姻。那因为姓陈的只有一家，对，那姓王的有，纯粹是姓王的有几家？大概3家。那姓陈的不就很夯？你是姓？我姓陈。哎呦，原贝夯哥。因为在原贝岛上取得番薯比糯米容易，于是制作原料就有别于澎湖本岛，外皮是由面粉与番薯泥混合而成，而内馅则是以刨丝地瓜与糖熬煮而成，最后将内馅包入饼皮中并下锅油炸即可完成。喜欢呐，还改球，搅一搅，揉，好像上台语课。所以咱今嘛是要新改用形原形原形动。哦，你减肥在食真的，因为这是一种原型食物嘛。先把它算吗？等下为什么金箔用的这么漂亮？你们到底在干嘛？金箔做过的炸枣比你们看过的还多。真的耶，真的还是第一次看。这个也包了2嘛，你试试看看。那你敢丢？
安尼会包。啊，我敢袂使，因为我包袂起来。这是水饺吧？金宝，我敢袂使安尼。好。第一个叹气。炸枣变炸饺。所以冠成，因为你刚才聊到你才30岁，对我30岁。啊，你3年前回来的，啊，你怎么会选择回来这边？因为这边也是你阿公阿妈家里。对，那后来是因为在3年前，我们社区做了一个，就是跟县政府做了一个计划，就是一个社区再生的计划。那就是把曾经的废校，然后把它改造成一个露营区。社区的那个露营区，就是他现在社区在经营嘛。其实里面请的员工都是我们岛上的居民。我们这边的居民他就是很知足，也很容易感到幸福了。可以养活自己，对，可以养活自己，不要再去跟就是下一辈的拿钱。对。但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回来？当初就是对，就是那个露营区，刚刚有说到，刚刚不是已经聊过了，再不专心啊！聊着聊着，炸枣也捏完了，接着准备要下油锅。不过杰尼倒是忍不住了。趁大家还在丢的时候，我来偷偷看一下。哇，非常很 Q 哎，是很扎实那种，很硬哦，不好掰开的哦。好吃吗？好吃吗？它的味道就跟地瓜球几乎一模一样。但口感的话，有点像是比较扎实的馒头，是好吃的。不仅如此，杰尼还藏了一手。我刚才这个是没有保险的，因为我刚才有做了一些内线交易。浩伟，你最近的歌怎么唱啊？试吃时间，试试看。这一颗应该是顶楼包的，很不错，因为它的皮跟馅是比例刚好，完美比例。直接看我们没有但其实我觉得包成饺子的好像蛮不错的，它皮比较薄，对，皮比较薄，对。我可以吃一口看看吗？你吃一口看看，可能做圆的会把皮不小心弄得太厚。皮薄还不错，就是它的就比较像这个，如果都是面团的话。谢谢，非常会讲评。除了炸枣外，冠成妈妈还准备了在地的特色料理黑糖鱼，据说是早期让妇女坐月子，并且能够快速回到工作岗位上的料理。第一个鱼有蛋白质嘛，黑糖的部分是因为我们这边居民家家户户每个人都备有这个黑糖，因为黑糖它有很多的作用，像早期他们是拿来泡消暑，或吃海鲜荨麻疹啊，它也可以很快的退疹。黑糖还有这个退疹的功用哦。试看，很黑糖对，真的很甜我以为比台南还甜。我吓一跳，因为我以为是会有点像糖醋，没有哦，没有是甜，它是甜点哦，就算是它的受众蛮广，小朋友都比较高。对，目前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敏哦。最后是澎湖特有的三太子食具粥。早期它三太子粥，它并不叫三太子粥，我们这边叫做食具，叫甘糜。那这个咸粥只有在庙热闹的时候、神明生日的时候，在扛轿的人他才可以吃这个。对，我们之前在高雄、屏东有访到饭汤这种东西，是会在屏东的热闹的时候才会吃的。对，你有吃过？我有看过那一集。它是新鲜的食具还是变成用干来做？它是用干做，很香它的味道层次蛮特别的。食具是因为晒过才会有这个味道吗？对，食具晒过之后，它的风味会比较多层次。我一下就把一碗就吃掉了，真的很好吃，好吃的。先是海鲜味道，然后再去那个食具的那个鲜味，然后还有一些蔬菜的清香。对，是分层，还有层，但融在一起很完美。唯一的小缺点可能就是红萝卜了。今天澎湖体验也到了一个段落，浩伟最后要来分享对澎湖的惊奇。今天整天下来，你有最印象深刻的吗？撸船、摇橹、摇橹。我其实真的有被吓到，就是那个不是吓到自己回不来，是真的被以前的住在澎湖的人的那种智慧跟在海上的那种勇气给震撼到。我觉得今天一整天其实都对我来说很新鲜。其实我很少去外岛，对，我都其实都在台北，有这个机会来外岛来看，然后来接触他们的生活，然后去知道他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真的很特别。我接触到新的事物的时候，我觉得会让我的想法会转得比较快。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澎湖这趟可以帮我产出一首歌。哦，那我们去追踪啊，我们会去追踪。如果你们没有出，我们就会去私讯说，李浩伟那歌写了没？压力好大。记离止停的织布后，要追踪的项目又多了一项了呢。浩伟，如果今天要选一个行程带你朋友来的话，你会带他们去哪一个？采鹅啊吧，坐那个船，然后把那个鹅啊泡。就是弄开来，这个实作我觉得很有趣。不知道重点只是可以吃。他就觉得，那如果是带女朋友来的话，你会带她去哪个行程？我会去搓那个吧。炸枣吗？炸枣。为什么？我单纯是觉得他感觉会喜欢吃，就是你是觉得他女朋友应该会喜欢吃这个东西？对，就是女朋友应该喜欢吃甜食这样的。好，很单纯啊，很单纯的理由。我想也不可能去摇橹啦，因为他自己摇不回来，他们可能越来越远。然后两人世界啊。感谢浩伟今天来，希望今天玩得开心。我今天真的玩得很开心，带你更认识澎湖了。哎，你收工了是不是？对啊，我收工了。好啦，谢谢大家，感谢你。感谢。结论：澎湖在这片幽蓝的海洋下，孕育出浓厚的摇橹传统，也激荡出无尽的炸枣创意。今天我们体验了讨海人的各种日常，时间短暂，但也深刻。除了了解澎湖人的生活，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份坚韧不拔的心。无论航程有多远，来趟澎湖吧，这里的灯塔会永远为你照亮。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中，一定都有被瞧不起，或者是会被看扁的时候。那温妮呢？我有一个经验是，我去应征，我是应征一个服饰店，然后他服饰店是要拿上面的杆子跟下面的，然后他们第一个测验就是我能不能空手拿到上面。你是去应征空服员吧？空服员才要测验，好不好？他那时候叫我测上面衣杆，我是空手拿不到，然后他说那可能没办法。然后我回家路上想说，不能用衣杆吗？他可能觉得我可能要跑去拿那个衣杆，然后客人都走了，很浪费时间之类的。那我可以冒昧请问一下，您的身高是155，没有很矮，还好啊，对不对？你是比较矮，你知道纳豆都比你矮吗？纳豆没有啦，3公分。但是当时的对我想要应征服饰业的心情的那一刻走出去，其实我蛮难过。各位乡亲，咱 Podcast 的完整版，请上各大平台搜寻哈哈日记。太 original。我们盖瑞要来尿尿了。拍我尿尿。来，请尿，请尿。